最近有这么一笔军火交易悄悄出现在了新闻网站的角落。越南宣布将采购20门韩国生产的 K9 自行火炮，总价3亿美元。这意味着韩国武器又在世界军火市场上拿下一城。而我们不禁要问， K9 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穷的叮当响的越南一口气买20辆？延平岛炮战表现不佳的 K9 为何还有这么多国家争相购买？要理解 K9 为何能成为今天的爆款，我们得先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冷战的时代。在朝鲜半岛这条军事分界线上，韩国陆军正面临着一个头疼的问题，他们手里装备的主力火炮还是从美国那里买来的 M109 自行火炮。这门炮虽然经典，但毕竟是60年代的设计。面对北方邻居数量庞大且不断更新的炮兵部队，无论是射程还是反应速度都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正是在这种火力不足恐惧症的驱动下，和对美国是否会出工不出力的担忧下，韩国下定决心要搞出一款自主制造且能跟得上时代的先进火炮。这个项目是从1989年正式启动，由韩国国防科学研究院和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科技云，也就是后来的韩华集团联手打造。而他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造一门能打得更远、打得更快、跑得更快的自行火炮。经过10年的研发，1999年，这款被韩国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正式服役，并被命名为 K9 雷霆。那么这门花费了韩国人10年心血的 K9 到底有哪些看家本领呢？简单来说，就是那套3板斧，打得远、打得快、跑得掉。首先，我们说 K9 为什么能打得远？ K9 装备的是一门长达8米的155毫米52倍镜长身管火炮。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支枪管超长的狙击步枪。更长的枪管意味着火药燃气能更充分地推动炮弹，让它飞得更远。根据韩国军方公布的数据，使用普通的火箭增程弹， K9 的最大射程就能达到40公里。如果换上韩国自产的 K315 增程弹，射程更是能飙到惊人的56公里。这就相当于当 K9 在50公里外点名时，而对手只能在30公里内干瞪眼。这场火炮对决可以说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其次， K9 还打得快，毕竟一门火炮光打得远还不够，还得看单位时间内的火力密度。 K9 拥有着一套全自动的弹药搬运和装填系统，这让它拥有了惊人的爆发射速，那就是能够在短短15秒内把3发重达50公斤的炮弹塞进炮膛并射出去。而如果需要持续的火力压制， K9 也能在3分钟内保持每分钟6到8发的高速射击。不仅如此， K9 还藏着一个真正的绝活，叫做多发弹着弹，英文简称 MRSI。 这听起来很玄乎，但原理其实不复杂。你可以把 K9 想象成一个投篮高手，他可以在同一个位置用3种不同的力道和弧度连续投出3个球，然后让这3个球几乎同时穿过篮网。 K9 的火控电脑就是这么干的，它通过精密计算，以3种不同的弹道和角度连续射出3发炮弹，让他们在飞向目标时几乎在同一瞬间落地爆炸。这可不是单纯秀操作， MRSI 系统的战术意义在于，它能让敌人在听到第一声爆炸时，其实已经同时遭到了3发炮弹的打击。这样的话根本没有反应和躲避的时间，这就极大地增强了 K9 的火力突然性和毁伤效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生存法宝，跑得掉。现代战争中，炮兵一开火就等同于向敌人广播了自己的位置，敌方的反炮兵单位会在几秒钟内锁定，紧接着就是致命的反击。所以说打完就跑，跑得越快越好，就成了现代炮兵的生存铁律。为了实现这一点，韩国人为 K9 装上了一台来自德国 MTU 公司的1000马力柴油发动机，再配上一套先进的液气悬挂系统。这套组合拳下来，足以让这个重达47吨的钢铁巨兽能在公路上飙到67公里的时速，堪比一辆重型卡车。玩过卡车模拟的朋友一定对此相当熟悉。更重要的是， K9 能在接到射击命令后30秒内就完成从行进到停车、部署、开火的全套动作，然后在60秒内趁着对方的反击炮弹还在天上飞，他就已经收起炮管，一脚油门溜之大吉了。而且 K9 也并非孤军奋战，它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辅助 K10 自动弹药补给车，这辆车长得和 K9 几乎一模一样，但就是没有炮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弹药仓和一条传送带。它就像一个移动的自动化弹药库，可以与 K9 实现背对背对接，在不暴露人员的情况下，以每分钟12发的速度快速地为 K9 补充弹药。可以说，正是射程、射速、机动性这3大核心能力的完美结合，再加上 K10 这个超级奶爸的辅助，共同构成了 K9 雷霆强大的战斗力。而这套组合也即将在朝鲜半岛西南的一座小岛上迎来它的实战检验。K9 服役的头10年，朝鲜半岛虽然小规模摩擦不断，但大体上还算平静。K9 的各项优异参数更多时候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一场战斗会突如其来，搅乱了朝鲜半岛上平静的日常。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有一条联合国军在1953年单方面划定的北方界线，这条线的合法性长期不被朝鲜承认，而这也成为了延平岛炮战的导火索。2010年11月的延平岛，韩军正在附近海域进行年度例行的射击演习，朝鲜人民军的海岸炮部队突然对延平岛发动了猛烈炮击。这次炮击与以往朝鲜的示威行动不同，朝鲜发射了170多发炮弹，有约60枚直接命中了延平岛。他们的目标也不仅限于韩军的军事设施，还覆盖了大片的平民住宅区。针对这场战斗，朝鲜一方使用的是 N46型130毫米加榴炮以及122毫米的冰雹火箭炮，这些装备真是有够老的。朝鲜一方可是有一个 K9 阵地的，怎么着韩国的反击都能让朝鲜扒层皮。可谁能想到，韩军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仗打的那叫一个拉胯。延平岛的面积也就6平方公里，朝鲜的先手出击也占尽了优势。可以说这一战充分暴露出了韩军的装备维护、应急指挥、实战训练、战术预判的短板。当朝军一轮炮击过后，韩军阵地里的6门 K9 有2门因为正在进行实习训练，没有立即投入到战斗，另有1门则因为电子系统故障当场趴窝。更要命的是，用于精确定位朝方炮兵阵地的 AN-TPQ-37 反炮兵雷达在仓促之中没有开机，也就是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韩军几乎是又瞎又缺。然而，就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韩军的反应速度还相当的混乱。从时间表上来看，朝军2轮炮击之间足足有13分钟的延迟，而延平岛的驻军在遭受攻击后，还要向上级指挥部请示才能获得开火授权。这个过程消耗的时间也让朝军从容撤离。虽然幸存的 K9 炮组人员在遭受第1轮打击仅13分钟后，就操作3门还能正常运作的 K9 火炮实施了反击，但这个时间，朝军已经更换方位，准备进行第2轮打击了。虽然韩军根据预设的打击方案，向着海峡对岸朝鲜的炮兵阵地总共发射了80多发炮弹，对朝鲜一方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但投入反击的 K9 火炮其射速远低于理论上的爆发射速和持续射速，部分火炮甚至出现了平均90秒才能发射1发的窘境。而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炮组人员在高度紧张和混乱的环境下操作失误导致的，并且由于反炮兵雷达缺位，韩军的还击精度也大打折扣，总共发射的66发中有31发命中。这种结果一方面说明韩军的训练和应急响应能力不佳，但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仓促的条件下还能命中接近1半，说明 K9 火炮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其对技术优势过于自信，对朝鲜可能采取的非对称攻击方式准备不足。其一是忽略了朝军对平民区的打击，没有疏散平民的预案；其二则是未能有效推测朝军动向和打击手段，导致朝军打了就跑，占了大便宜。究其根本，韩军还是缺乏危机意识。不过即便如此，这场战斗从军事角度看，对 K9 这款武器的意义是复杂且深远的。一方面，它确实暴露了韩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战备松懈、装备维护不善、应急反应迟缓等严重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场混乱的战斗才恰恰为 K9 进行了一次最真实、最硬核的性能背书。它向全世界的潜在买家证明了以下几点：第一点， K9 基本盘够硬，在韩军阵地起火、指挥混乱、部分车辆故障的情况下，幸存的 K9 依然能够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这说明其核心的火炮控制和动力系统在巨大压力下是可靠的。第二点则是火力够猛， K9 的反击在自家阵地都被炸得人仰马翻的情况下，依然打出了一场虽败犹荣的反击战，让 K9 的赫赫威名传遍了世界。这份在战火中淬炼出的实战履历，是任何靶场测试和宣传手册都无法比拟的金字招牌。而这场炮战也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 K9 的出口之路开始在全球市场上高歌猛进。韩国内部也在延平岛之战后开始了反思，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国防改革。不过对于 K9 自行火炮来说，这场战斗之后， K9 开始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成为了全球热销的军品。它的足迹从亚洲的印度到欧洲的波兰、芬兰、挪威，从中东的埃及到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连我们开篇提到的越南也成了它的客户。那么除了硬核的性能和宝贵的实战履历，韩国人究竟还掌握了哪些商业密码，能让 K9 这匹亚洲黑马在由西方巨头以及俄罗斯长期盘踞的军售赛道上杀出一条血路呢？答案，火箭军觉得可以归结为3点，那就是极致的性价比、惊人的交付速度以及极其灵活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首先聊聊 K9 极致的性价比，这可以说是 K9 最锐利的一把尖刀。如果说德国的 PZH-2000 火炮是一辆精密的保时捷911，性能无与伦比，但价格和维护成本也同样惊人，那 K9 则像一辆日产 GTR， 能用1半不到的价格提供了接近 PZH-2000 火炮 90% 的性能，而且还皮实耐用，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笔账太好算了。据行业内的估算 ，K9 的单价平均下来只有西方同类竞品的1/3到1/2。对于那些国防预算有限但又面临着实实在在安全威胁的国家来说， K9 提供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其次 ，K9 引以为傲的还有惊人的交货速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急需补充武器库存的波兰曾向全世界广发英雄帖。然而，当德国和美国等传统盟友真的去求购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订单已排满，排队请等上3到5年。而在这个时候，韩国思密达则是带着他们的 K9 出现了。之后令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合同签订后的短短几个月内，第一批 K9 火炮就已经运抵波兰港口，交付给了波兰陆军。这种恐怖的生产和交付效率，得益于韩国完善的工业体系以及常年为应对北方威胁而保持运转的热生产线。对于那些急需武器装备的买家而言，能立即到手的先进武器，远比一张需要漫长等待的期货订单更有战略价值。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则是韩国极其灵活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韩国人深知，在国际军火贸易中，卖的从来不仅仅是一件武器，而是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他们将技术转让、本地化生产、售后服务，甚至是金融支持等多种手段融为一体，为自己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想提升本国工业能力，没问题。在印度 ，K9 就以金刚的名称进行技术转让和本土生产。想兼容自家装备，没问题。在波兰，韩国就只提供 K9 的底盘，让波兰人装上他们自己的炮塔，组合成所谓的谢式自行火炮。想在自己国家建厂，更没问题。在埃及和土耳其，韩国就帮助他们建立生产线，实现本地化生产。正是这种不仅卖产品，还帮你建工厂、带队伍的合作模式，对于那些既想获得先进装备，又渴望实现国防自主的国家来说，实在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性价比、快交付、送技术，正是这套组合拳，让 K9 超越了单纯的武器范畴，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国防工业合作压缩包。只需一键解锁，就能享受优质服务。这种全方位的优点，才是韩国成功征服全球自行火炮市场的秘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K9 自行火炮的全球热销，并非是偶然，它是韩国卓越的工业能力、务实的产品主义、灵活的商业智慧、深远的国家战略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延坪岛的炮声到越南的订单， K9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国家从军工起步到军火大鳄的过程。不过 K9 也并非完美， K9 的发动机等核心部件来自对德国技术的依赖，这依然是 K9 乃至韩国军工发展的枷锁。如何补齐这份技术短板，将是韩国军工必须面对的下一个课题。K9 的成功也证明了，在性能、价格和合作模式上，韩国找到了自己的军售道路。好了，有关于韩国军售和 K9 自行火炮的故事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任何不同的看法，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